很多很鬼扯的政策都有，像兵库县就有那个发扇子，让你吃饭的时候可以拿着扇子挡住你的嘴巴，或是说，对，或是像关东这边有发镜子，摆在餐桌上，让你边吃饭边确认自己的那个状况有没有戴好口罩。要 check in check out， 可是因为这个 check out 的那个，忘记 check out 怎么办？我们常常都过夜的。新加坡这样让我反而好奇的就是，同样身为已开发国家的日本，就是最近也是听到很多国家，我相信都有被受到日本的照顾，就是捐赠了非常多的 AZ 疫苗，尤其是在东南亚部分。那这边的话，我想询问一下 Eric， 就是也是要问他说，就是关于日本这边的政策面，就是在疫情爆发已降，那这边的话，它疫情状况如何，以及这个政策的表现怎么样？那可能请 Eric 帮忙分享一下。OK， 日本这部分，首先要对日本的政策有一个观念，就是日本的所有政策都建立在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前提之下而实行的政策。也就是说呢，所有的政策都没有强制力，也没有法则，就要做不做随便你，这样讲白一点。对，没错。所以至今为止，不好意思，我插个话，所以不戴口罩，政府也不能拿你怎么样咯。没错。哇，那新加坡还会坐牢，还会罚钱呢。日本都没事这样。日本甚至你回国后的隔离，你偷跑出去，他拿你没辙。你说什么？对，就是这么夸张。佛系隔离，佛系防疫。对，就是相信人民会自律。那这大概可以合理解释很多事情。您继续。主要就是近期最常听到就是3密，密闭，然后密集、密接，就是不要在密闭空间，不要密集接触就群聚，然后不要密切接触，不要近距离接触，这是最主要的政策。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就很多很鬼扯的政策都有，像兵库县就有那个发扇子，让你吃饭的时候可以拿着扇子挡住你的嘴巴，或是说，对，或是像关东这边有发镜子，摆在餐桌上，让你边吃饭边确认自己的那个状况有没有戴好口罩。那戴口罩不能自己感觉吗？还要拿镜子来照？对，所以日本在政策上，老实讲，其实就是政府就在喊口号而已，因为他也没办法做什么东西。我蛮意外的，天哪！那好，那我再继续问一下 Eric， 那这样子的话，他会这么有自信心，会不会是因为他的疫苗已经就是覆盖率已经很高了呢？就是反正我老子覆盖率已经这么高了，我都可以捐疫苗了。那你们怎么搞都无所谓啊，这样子。所以想冒昧问一下，就是说日本它现在主要疫苗是些什么？然后它的疫苗覆盖率的状况如何？这样子。日本这边的疫苗就是主要还是莫德纳和辉瑞2种，这是最一开始到现在。捐给人家。对，AZ 初期因为有危险性，所以就是政府是不开放它做公费施打。虽然你要自费打它是可以的，只是基本上公费是不施打它。只是到今年的7月大概30号、23号左右，他也把 AZ 列入公费施打的项目里面。因为你们爆发了，对，所以他就把它列入。应该是说那个其他疫苗的那个，就是他要送货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还是会影响到整体的施打率，所以就多让一些疫苗进入那个施打的项目里面，会让他们可能会觉得会这样比较快，所以就把 AZ 也开放进去。然后目前全国的施打率，打了第1剂的好像有 68%， 然后打了第2剂的有 55%。那蛮高的啊，对啊。对，
然后基本上日本是从高龄开始打到那个年轻的，所以目前年轻的族群其实还蛮多没有打的。对，像我自己打是应该是在8月初7月底那一段打完第2季，然后我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是公司它有它的那个协力企业大学刚好是施打疫苗的会场，所以我们算是关联企业者，所以我们可以优先施打。哇，那运气真的好啊。对，然后日本的疫苗的施打是就是你住哪里的话，区公所那些会有单子，就是你可以去申请。然后它也有那个网站，就是网站里面会有目前有开放施打疫苗的诊所，然后它也会写说这个疫苗的种类，就是这些诊所里面的疫苗种类是什么，所以你是可以自选的。只是基本上主要就是2种在选，然后你就是自己选择你要去的地方，你要去哪个地方打，然后你要打哪一种疫苗，这是最主要日本的施打疫苗模式。了解。那这边目前年轻族群其实还抢不太到，老实说，对，就是还是会抢，因为它这种网页的东西，它基本上一开放的那一瞬间，很多人涌进去，基本上网页就死掉了。就跟抢演复活的时候，对，所以复活的时候，基本上你就看到，全部都不能预约了。好，那这边再询问一下 Eric， 就是说，您觉得对您生活来说最大的改变会是些什么？对我生活上的改变，老实说，像我是做半导体设备，然后我们要去现场装机，只是因为疫情的状态下，其实蛮多大公司它是不愿意让外部的人进去他们的那个厂内的，所以变成说我们的装机有可能没办法去现场，就是我们可能装置送进去后，借由远端的操作，就是远端去指导他们的工程师，或者指导限定人数的工程师去现场作业这样子。明白。对，我们有海外的客户，原本主要是要搭飞机出国，现在不可能出国，所以就是装置送过去，然后远程去操作这样子，相对轻松很多。但是会很没效率吧？对，非常没有效率，就是原本可能1周就可以做完的事情，可能要花个2周3周，好不容易才把它搞定。对，辛苦。只是因为都是坐在办公室，所以就很轻松。所以就是目前也是没有要去办公室，没有要出国，没有出差，就一样都是坐在办公室这样子。对，然后国内有看那个对方客户的想法，就是他们的公司政策这样子，有蛮多还是会直接进去他们的无尘室里面去操作。只是也有部分就是像刚才讲，就是他会限制你的人数，或是不让你来，那你就是只能装置送进去，然后就请他们内部的人去处理，你也没办法做什么。明白。我这边想要对日本做一个额外提问，就是说，其实日本对于很多的人来说是一个旅游胜地啊。就是其实可能有人1年要去个日本2、3次，不论是去采买啊，还是去赏风景什么的。那我这边想询问一下，就是日本这边有没有对于一些旅游观光景点啊，有一些复苏的政策？还有就是说，有没有想说，就是让日本早日开放旅游啊？对外国人他有什么要求这样子？对旅游复苏的部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因为疫情影响，所以很多旅游业很严重。然后在疫情这么严重的状况下呢，日本开放了一个叫做 Go to Travel 的活动，它就是鼓励国人去国内的人。对，只是它是在没有便宜啊，它的 Go to Travel 甚至可以打到半价。所以你说什么？对，所以他是那个时期非常多人去旅游，包括我自己也去了啦。日本的疫情是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它是一个波次，然后像上个月是最大的一个波次，就是达到1个月，那么单日25000人左右。对，只是日本的疫情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其实像刚才讲的，日本的政策其实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但它就是会自己就消失了。好神奇哦！很神奇，佛系还有效就对了。对，所以它就是像之前那个 Go to Travel 之前开放，然后大概开放了快半年左右，
然后疫情爆发了2次，然后民怨过多，所以就把这个活动先终止掉了，卡掉了，对，然后到目前都还没有复活。然后针对外国人部分，他最近有打算，就是政策那边有在打算，就是要参与疫苗护照的部分。然后他也是应该是跟美国一样，就是他基本上日本的政策都会偏向欧美，就是美国设定的方向去实行。所以就是莫德纳，然后辉瑞，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国药那些的话，目前我看他们还没有讨论。然后 AZ 日本应该是接受，因为AZ 日本自己有在用啊。对，所以主要就是这几个知名的疫苗，如果你有打2剂，然后有在那个任何的国家里面施打的话，对，明白。就是这个还蛮重要，就是你如果是假设你在台湾打，他是不认可的，就算你打的是那个疫苗，只是你不在他目前的施打国家的话，他是不认可你，他是不认可你这个疫苗护照。对，日本的模式比较偏向这样，还多一个国家的选项。对，台湾很爱去日本欸。对，所以现阶段来说，就是你还要等他把这个施打国家的条件也开放到台湾，你才有机会过来，不然就是你过来就是要正常隔离14天。不过呢，也跟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没有强制性。OK， 对，所以像我之前听过的一些新闻，就是有日本人回国后，当下就去浅草观光，还拍成影片上传 YouTube，然后就引起挞伐，这样一定会挞伐的，只是也拿他没辙，也没有任何的处罚。政府也没有他没辙这样子，对，因为没有法则，这太保障人权也不是很好。对，就是这么神奇这样。了解。日本基本上就是这样。好，谢谢 Eric 的分享。那接下来我觉得是要邀请我们一个最压轴的一个国家，对，就是目前如果有关注关于疫情的新闻的话，都会知道现在马来西亚的状况其实是相当严重的。那麦国汤自己本身也有在经营那个关于越南的粉专，那就是说里面有一个很资深的粉丝，老粉丝都会来跟我分享说啊，你们这些越南小巫见大巫啊，马来西亚那才真是可怕。所以我现在就想要隆重的邀请我们大马的布丁姐姐来帮我们分享一下，究竟马来西亚现在的一个状况如何？那关于政策方面以及现在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到底是怎么样？请大妈姐姐帮忙分享一下，谢谢。大家好，不开吧，我是大马布丁姐姐。基本上呢，应该说马来西亚的那个疫情是这1-2年都没有怎么下降过。平均来说，大概最近嘛都是大概1万到2万每一天新增的情况，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已经能接受这种状况了。开始的时候都就觉得说好像很恐怖，可是当你觉得或者你发现你身边很多亲戚啊、朋友啊、公司的同事啊、同学呀、都患病了，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已经是接受了。去的那种状况啊，我可以说，如果另外一点，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就是马来西亚人民呢，一般都自动自发，就是自己去就申请打疫苗，所以马来西亚打疫苗的状况，我觉得还挺不错，有68%的马来西亚人民都已经打了，这一点我就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就说一说我们有个系统嘛，我觉得这个系统呢，就是跟新加坡那个很像，就是叫 MySejahtera 这个系统呢，其实就是跟刚才新加坡的朋友说的很接近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一定安装一定有一个电话一定要安装，因为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一天的最新的疫情状况，或者是政府有新的什么 SOP，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知道。另外一点呢，这个系统很重要，就是你往哪里去，你就要带着它，你没带着它，基本上你就去不了哪。因为你去每一家店打，比如说添油也好，怎么样，一定用这个扫描。扫描的时候呢，
它的要求是说，你必须已经打了2剂疫苗，而且呢超过14天，你这个人才可以往外出，然后才可以进每一个地方吧，一定要是少，而且太少的时候，基本上它就会 check in。现在呢，这个系统就比较特别，要 check in check out。可是因为这个 check out 的那个，忘记 check out 怎么办？我们常常都作业的。你在哪过夜了2天就 check out？ 我基本上没有 check out。目前来说他是没做什么，可是就是说，当我们检查那个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你怎么去了这个地方，去了那么久，其实是忘记 check out 如果然后我去 B， 他就进了超市去2天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说，慢慢大家都开始适应了有这个系统。另外一点呢，这个系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打疫苗的状况，因为如果我们申请打疫苗，或者说你打疫苗，他要通知你去哪打啊，或者是第几剂，或者我们讲电子疫苗的那个证书全部会在这儿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挺方便的。那我就说一说那个打疫苗的。疫苗来说，基本上马来西亚我们是接受科兴、辉瑞和 AZ。如果以马来西亚人民来说，我们比较喜欢的排行榜科兴、辉瑞最后才 AZ。等一下，我有没有听错？我蛮意外的，科兴是第1名。科兴绝对是第1名，因为大家觉得是它的那个比较温顺，也就是说打了以后，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副作用会比较小基本上没什么说很不舒服的。因为辉瑞呢，会有一些状况，但如果去到那个 AZ 就相当夸张。我深有体会。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情况，所以大部分人是喜欢科兴，但呢，因为目前来说，科兴疫苗在马来西亚已经差不多7、7、8、8了差不多了。所以目前来说比较大量打的是辉瑞，AZ 也有不是，基本上是我们是以辉瑞为主。是。而打疫苗呢，就是说我们是人民没有的选择，就是如果你登记了，然后你不知道你打什么了，你去到现场，你扫描进去，他说你今天打的是什么？你就当场我现在打的是这个。当然我们可以选择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我可以选择不打，这我们可以就是可以拒绝打那个所谓的疫苗，但呢要重新排队。明白。另外一个呢，就最新的那个马来西亚的打疫苗的，就是说开放给青少年，就好像之前新加坡是可以开放给青少年，马来西亚是这几天才开始让12至17岁的青少年开始打疫苗。而一般来说，他是选择以学校，就比如说某某学校、诊所学校的安排一起打，但他去的那个中心不是在学校，是他特别安排的每个打疫苗的中心。这样子就是这几天刚刚开始的，而目前来允许辉瑞可以打进青少年，在马来西亚的话，政府只允许辉瑞，至于说其他的我们还不知道还不知道说他会不会其他疫苗他是允许打的。而我们打疫苗状况跟刚才好像是日本的朋友一样，就是先从高龄的开始打，所以那时候我们可以打的时候，就是从年龄最大的就是80多我就有的打，我们就稍微年轻的就怎么差不多同学都差不多这个年龄开始打就差不多到我们了，所以现在就已经去到青少年。至于说7岁到12岁的那个呢，就现在是有可能会安排，可是实际状况不知道，因为12至17岁的还没打完，才刚刚开始打所以这个然后那就说打疫苗嘛，打了疫苗过后呢，如果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呢，基本上我们需要报告，通过这个 MySejahtera， 我们也是需要报告说 ，OK， 今天打了以后呢，有什么状况呀，要报告上去。不过基本上听到说出状况的，在马来西亚基本上是很少，基本上还可以，就是据说是 AZ 打了以后稍微比较明显而已基本上你讲有什么副作用突发病症很少。
那我好奇一下布丁姐姐想请问一下，那在这个您说的一直在爆发，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这个中间政府他没有做出一些什么努力吗？比如说去防堵这些疫情的状况啊，比如说社会隔离啊、封城啊，或者是说一些不可以在餐厅里面内用之类的这样的政策去防堵吗？应该说，我们这个我们统称为封城，就是不能跨州，甚至说不能超越自己住家就是10公里的地方。这个其实是很久很久了，只是最近呢开始开放。因为如果它还不开放的话，因为马来西亚经济是支撑不了。那不过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人民已经看到太多患病的所谓的生病。所以基本上人民都会在这方面很小心，也就是说不需要轮到政府去督促你必须做些什么，人民自动自发。就是我们消毒方面呢，我们戴口罩啊，那个我们都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注意的。这一点就是我觉得通过这个疫情，就是这个疫情的发生，反正我是觉得马来西亚人民是更团结。对，更团结。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马来西亚有那个什么挂白旗的那个号召这个行动啊，有听过吗？不好意思。这个呢，就是我们人民所发起的所谓的挂白旗，还有就是 Food Bank， 这两个呢都是马来西亚人民发起的。也就是说，如果哪一些人有可能他就是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有可能他就是没有食物吃，或者缺少一些日常用品，他就可以在他的住家。无论是公寓也好，还是什么屋子之类的哈，你就挂白旗，挂一个白布出来，让人民看到呢，我们自动自发就会提供一些食物啊，或者是日常。对，真的是人心还是最美啊！对，这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民发起的，已经进行了好久。另外一个呢，就是 Food Bank 呢，就是说有些商家他就提供他就是他店铺前面的一个位置。就是他有可能自己会准备一些日常用品啊、食材呀、食物呀，就放在那儿。那需要的就去取用这样。对，而且呢，就是有可能我觉得我经济能力还可以，那我就买一些米呀、柴米油盐放在那儿，要有需要的人他们就去拿。就是人民与人民之间大家一个就是就一个关怀嘛。我觉得这一点是做的挺不错，也就是说不简单。对的，不分种族。不分区域，很多东西都是大家一起去面对、去突破，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所得着。有时候一些事情发生，它如果我们往好方面去想，其实人间有情嘛，就是这样。对，真的。谢谢分享。那对您本身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我的话，我基本上应该说，我也好，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大家就变成宅男宅女了。因为我们平时就是会疫情之前大家很想跑动嘛，就是对啊，我去找你，老师天天去喝茶聊天啊，或者是去做健身，到外头去做健身嘛。然后自从疫情它大概整2年，尤其是马来西亚，我们常常封城，很多都不能出去，而也习惯了，就慢慢那种生活你就觉得也懒得固定下来了。对，在家也可以解决啊，打个电话就可以叫外卖。对，那什么货上网订一下。以前坦白说，我不上网买任何东西的，因为我觉得要去买就亲自去摸材质喜欢我就买。因为我是住在首都嘛，首都太多大的那种广场，就是我家附近，驾车5分钟就到，然后可以任选嘛，我何必要上网又不知道品质如何？可是就是因为疫情很多东西买不到，那我就想，哎呀，上网没办法了。可是就买下也懒了，不出了。反而买到就已经上手了这样子。对呀，大家都变宅男宅女了。无论大小，我也听说很多那种小朋友啊，他们也不是去学校跟朋友聊，可是我觉得也有他不好的一面，就是大家真的是宅了，包括小孩子。这1-2年呢，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整天在家嘛，所以有可能也没有跟同学朋友之间有个交流，就觉得也不要交朋友也是一样生活，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太理想的。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我们讲面对交流连结，对，就这一点。好，
好，非常谢谢那个布丁姐姐的分享啊，我觉得其实各国都有各国的一个状况跟政策，但其实大部分来说的方向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就是去安排它的一个疫苗施打的覆盖率，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会针对这样疫情的状况去做一个社会隔离以及封城的一个动作。那第三个的话，大家可能都是慢慢在朝着与病毒共存的这个方向去作业，所以其实，麦我当心想就是说，发起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主要也是让许多在国内的华人们了解说，原来每个国家虽然政策或者是作为不太相近，但其实大家都是朝一个同样的方向去做努力。那同时也让各位知道说，我们在国外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体验也相当不容易。那所以今天借由这个机会，也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我们泰国的 Kimi， 以及我们新加坡的 Cici、Terry， 以及日本的 Eric， 还有我们大马的一个布丁姐姐。那这边再一次谢谢各位观看我们的视频。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欢迎各位到我们这边的连结哦，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博主的连结都在这里。有兴趣的呢，想要了解他们更多的生活状况的话，都可以去订阅他们的连结哦。好，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各位，拜拜。